今年是俄罗斯海军成立326周年。7月31号，普京乘坐快艇在喀朗施塔德绕参加阅兵的军舰行驶，向海军官兵致意，并表示祝贺。随后前往圣彼得堡出席海军节主阅兵式。普京在致辞当中表示，俄罗斯将尽一切努力保护海上边界，俄海军已经准备好对任何侵犯俄联邦主权和自由的行为做出闪电般回击。在阅兵式开始前，普京签署法令，批准了俄罗斯联邦海洋学说和俄罗斯海军舰艇条令，并在讲话当中强调，新批准的俄罗斯海洋学说指明了俄国家利益的边界和区域，俄罗斯将坚定捍卫国家利益和安全。俄海军的新指导方针传递出俄罗斯怎样的一番雄心。美俄展开外交竞赛，从非洲到中东，两大国如何各显神通，相互角力？美国在国际社会带头孤立俄罗斯，又为何说收效甚微呢？一起来看短片。在海军日当天的讲话中，普京并没有提起乌克兰，但宣称俄罗斯海军将在未来几个月内接收锆石高超音速导弹，至于具体部署地区，取决于俄罗斯的利益。普京指出，戈尔什科夫海军元帅号护卫舰将是第一艘携带这些强大武器执行战斗任务的舰艇。锆石能够以闪电般的速度回应那些所有决定侵犯俄罗斯主权和自由的行为。值得注意的是，普京这一番演讲正是在签署了一份长达55页的新海军条令之后。该条令明确将美国视为俄罗斯的主要竞争对手，表明了俄罗斯在北极和黑海等关键地区的海上目标，并列出了俄罗斯海军的长远战略目标，尤其是成为世界海上强国的雄心壮志。与往年一样，今年的海军节阅兵分别在圣彼得堡市涅瓦河以及喀朗施塔德波罗的海舰队基地举行，但规模有所缩减，也没有来自国外的军舰参加。包括亚森级核潜艇、北德文斯号以及戈尔什科夫海军元帅号护卫舰在内的40多艘水上水下舰艇，包括米8直升机、苏27战机和图142反潜巡逻机在内的42架各型军用飞机，以及3500名军人共同参加阅兵活动。媒体分析认为，俄海军秀肌肉、认定美西方国家为对手这一系列举动，都可视为是美方长期在国际社会围堵俄罗斯的强势回应。在这之前，俄美在争取国际社会的支持上展开了一系列博弈。7月23号，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开启非洲访问之旅。访问期间，拉夫罗夫承诺，俄罗斯粮食出口商将全额满足他们的订单，并强调西方国家对俄罗斯实施制裁的侵略性表明了一个简单的结论：这不是关于乌克兰，而是关于世界秩序的未来。分析认为，俄方向非洲国家传递出一个重要信息，即要反抗美国及其盟友干涉全球秩序的霸权。另一边，美国不甘落后，开足马力在非洲发起一场外交竞赛。美国非洲之角问题特使麦克哈默7月24号开始前往埃及、阿联酋和埃塞俄比亚进行会谈。就在同一天，美国驻开罗大使馆还特意提醒称，美国总统拜登已承诺向埃及提供5000万美元，以帮助缓解小麦价格快速上涨带来的影响，似乎有意在与俄方释放的利好消息一较高低。有观察认为，尽管埃及等非洲国家不会在美俄之间明确选边站队，但种种迹象已经表明，俄罗斯在非洲的影响力正在上升。今年3月，在联合国针对谴责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决议案上，有25个非洲国家投下了弃权票或者没有投票。俄罗斯与西方国家的差距正在缩小，这显然会引发美方的担忧。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透露，一些美政客在得知拉夫罗夫访问非洲后，立刻采取行动，试图说服这些国家外交人员不要与拉夫罗夫见面，更不要与拉夫罗夫合影等。然而事实证明，拉夫罗夫在非洲的访问是成功的，美国方面的企图没有得逞，俄罗斯也不会被孤立。那么当然，这个传统上非洲并不是美国跟俄罗斯的重要的这个侵略的这个地盘，但是现在因为这个俄乌危机引发的双方的这个博弈，已经打出了这个突破了全原有的，比方说集中在欧洲啊、这个中东啊、亚洲啊、拉美这些地方，开始向非洲扩展。对美国来讲，美国要维持对俄罗斯的这样制裁封锁，来维持自己的这种所谓的这个价值观的外交，那必须对俄罗斯进行跟跑外交。什么叫跟跑外交呢？就是俄罗斯跑到哪，他就跟到哪
这就是贴身这个近距离的来进行所谓的这种见招拆招或者说呢，这个俄罗斯前面去这个做收复工作，那美国跟着后面去去做一些这个小动作，做一些这种消解的破坏性的工作。总而言之，还是为了抵消俄罗斯在非洲的影响。